南平的骄傲，南平的金凤凰。我是接触了之后发现哥就是个憨憨，一点都不高了，还给我带过好吃的，带我兜了个风，真的就是大家都很爱他。雨桐还是非常善良的吧，就盯着他就已经爱了，就已经傻了。我是选角导演，他是选角导演，就这个我和老师知道就好。一会儿不好说。Hello， 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周雨彤，我是李现。请用夸张的演绎方式介绍下对方在《春色季情人》中饰演的角色。我们南平的骄傲，人中龙凤，噔噔噔，我们的陈麦冬，我们南平的金凤凰，非常有魅力，非常有胆识，又勇于探索自己的人。在剧中，你们饰演的角色都突然经历了生活上的重大变故，你们觉得这种经历对角色的成长有多么大的影响？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陈麦冬，可能大家慢慢往后看会发现他也有自己比较重要的人的离开，那其实触动他如何成为这一行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当他每天都在面对生死离别的时候，我觉得对他整个人的对生死的看待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认知和升华吧。小庄其实也是在经历了这个年少时候的意外之后呢，有过很灰暗很迷茫的时期，但那个时期不管是陈麦冬也好还是他的家人也好，都给了他很大的支持，然后让他特别茁壮的在成长，所以导致小庄之后就整个人活得特别的潇洒，特别的痛快，就是不负每一天的那样的活着，不负好时光。电梯你认为角色成长变化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对陈麦冬来说可能是师傅吧，师傅对他的触动也挺大的，但是自己的好友的离世也对自己触动挺大的，是一个前后关系。对小庄来说肯定是少年的那场意外，然后做了截肢手术。这是二位首次搭档，你们对对方的初印象是什么？高冷，紧张。我那个时候反正不太熟的宪哥的时候，我就觉得哥应该是个很高冷的人，然后不好相处的人。他小红书头部艺人就觉得很会搭配，然后也时髦，审美也很好。当时只是通过一些媒体啊看他，接触下来觉得是一个很轻松、很 real、很大大咧咧的女孩。对，我是接触了之后发现哥就是个憨憨，一点都不高冷，一点都不高冷。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喜欢逗逗他，我和伊文女士、芳芳女士，我们都很爱逗他，因为他就是憨憨的，然后说话也很直接很真诚，不管你问他什么，有的时候就我哪怕我就随意的问他一下，我说哎这怎么弄啊，他就会给我特别事无巨细的去讲，然后去分析，然后去背后的逻辑，就是很照顾人，然后又很真诚。请问在片场觉得最被对方照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呀？我觉得雨桐还是非常善良的吧，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比较直男的一个人，对，我在片场有的时候情绪起来了之后还是会有点直，会有点拗着那个劲儿，但是我觉得不管是雨桐也好，导演还伊文他们对我还是很包容的，尤其是雨桐，因为他是我的对手戏演员，当我有的时候轴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还是非常非常 nice 的，觉得雨桐不管是在戏上面还是在情绪上都是非常的柔和的一个人。我觉得因为李哥的轴是对专业上的轴，我并不觉得是说别的什么事儿，因为他不是一个很事儿多的人，他就是在专业上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就是他要完美嘛，那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儿，这当然是好事儿，所以我们没有说包容，而是大家一起轴，我觉得就是一起轴才是能出来好的作品的，这就是符合了共创的一个特别好的氛围嘛。而且你要说哥的话，我觉得他真的很照顾人，他不管是对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非常的 nice， 很友好，从来都不会去为难别人，就对大家都是如沐春风的存在。
还给我带过好吃的，不是给我带，是给大家都带的。中间出差一趟，给每个人都背回来了，不远万里背回来了好吃的好喝的给我们送过来。请问在拍摄过程中，二位的默契是在哪场戏建立起来的呢？怎么建立起来？其实我觉得唯独吧，对，我们唯独的时候能感受到很多最初期的时候对于角色的认知和一些态度，都可以通过自己处理的台词的方式和音调，甚至一些停顿节奏都可以呈现角色。那个时候其实就对他处理庄杰已经非常有信心了。对我来说，可能是那场咱们演完隧道那场，就是报警还是报警那场戏。因为那天哥为了试验一下他那摩托车，带我兜了个风，也不是算兜风吧，就是从那个我们休息区拉到那个现场，因为他要测试一下那摩托车安不安全、性能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这关系开始近了，对对，就有感觉到有被照顾到，春色寄情人的热度很高，家人或者朋友有没有印象深刻的反馈？我家里人那是他在我们家的地位比我高，真的就是大家都很爱他。因为我这张脸他们都看了这么多年了，早都看厌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姐是他头号粉丝，然后我外婆就不用说了，最近天天在家里看电视傻乐。那天给我发消息说：“哎呀，真帅呀！”说这小伙真不错呀。狂夸他，我们那些花絮都被我外婆就是都翻烂了都，外婆脸都笑烂了，说你告诉我这是在演戏对吧？这是在演戏哈。我身边的经常很多他们都最近都在跟我说，觉得他原来性格这么好，然后什么的。我有一个一起聚会的时候，我有一个我的朋友是一对情侣，我们在一起吃喝玩乐的时候，那对情侣的那个女孩就盯着他，就已经爱了，就已经傻了，就是那种状态，男孩都有点吃醋了。这次少年时期的两个小演员也获得了很大的反响和肯定，你们有看过他们的片段吗？当然看了，我特别感动，两个演员演得非常好。因为年少陈麦冬是李哥推荐的，对，是我找的。是李哥推荐的，我是选角导演，他是选角导演，然后也跟我合作过，在《爱情而已》的时候，他演戴毅嘛。然后他当时推荐他的时候，我还在想我说戴毅是一个，因为他在那里面是一个特别温吞的孩子，但李哥就是眼光非常好，他就很适合年少的陈麦冬。果然就是出来的时候，两个孩子的劲儿都特别对，就全对。片场有接触过吗？没有，因为完全是我们接触，那是什么？对。只能出现一个，对，只能在回忆里了。这少年演员们的演绎给角色的故事带来了什么呢？青梅竹马，青梅竹马演得很好啊，这两个人，让观众更相信他俩的爱情。当时推荐这位演员的时候，有什么考虑吗？因为之前跟他一起合作过嘛，然后我觉得他很灵，是一个很有演技的小男孩，然后他刚好，他就那个时候就是高2高3，他就跟角色一模一样的背景，然后我觉得他那个小劲儿特别对，他塑造角色的时候是一种状态，他生活中是另外一种状态，所以我知道那个状态是一定可以的。对。那觉得两位少年演员在演绎上和你们有比较像的地方吗？他们不需要跟我们特别像，因为其实两个人10几年之后台词的也交代了，就是说变化特别大，就是我们的变化是特别大的。请共同安利一下《春色寄情人》这部剧吧。我觉得《春色寄情人》是一个有温度又温暖，但是又有非常甜蜜爱情的这么一部作品。我相信每一个看过《春色寄情人》的人都会被深深的吸引住，然后也会对自己的人生啊，或者对生命啊有一些新的思考。对，我觉得春色就是想笑也可以来看春色，想哭那就更来看春色想相信爱的人看了春色一定会更相信爱，不相信爱的人看完之后春色立马就春色，就是荡漾，对，就是一个充满了爱的这么一个剧。春色寄情人拍摄地位于福建泉州，在拍摄过程中你们有发现当地有什么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去打卡吗？整个泉州都非常值得去，觉得吃吃喝喝 City Walk 对，其实非常适合泉州。对，就是你选不出来一个之最，因为都特别棒，你随便下车拐进一个小街小巷西街什么的走一走就都很舒服。
拍摄结束后，剧组会约饭聚会吗？我们剧组其实如果大家时间充裕都在北京且没有工作的情况下是会聚的。接下来的是单人问题，一开始得知自己要演遗体整容师是什么感受？觉得还挺有挑战的，也挺开心的，觉得是一个之前只从电影里头看到过的职业，然后真正参与进去了之后，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知道了他们的一些对于人生价值观的一些态度，不管是对角色的认知也好，还是自己个人人生的一些开放态度，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些进步吧。时隔近7年和导演再度合作，有什么变化感想？因为大家都有微信嘛，朋友圈什么的，平常也聊天，但是再度合作呢，肯定是觉得大家都有在这个行业内学习和进步，大家有一段时间学到了一些东西了之后，在一起创作一个作品，然后又学到一些东西，在一起创作一个作品，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呈现更多更美的更专业的东西，还是挺棒的。对，你的摄影技术是怎么去修炼的？摄影技术啊，苦练。因为首先我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就是我不管是我们现场剧照也好，还是身边我们要经常拍出发图啊，拍杂志啊，我有很多的老师们帮助我去进步。我又喜欢钻研这些事儿，没事干就在各个平台里头去学习摄影的一些细节的，或者一些博主去学习摄影技术。对，所以就还大家都说陈麦冬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你认同这个说法吗？没有啊，我觉得首先从收入上来就还不错。暗暗的问过老师收入怎么样，对，这个我和老师知道就好了。杨奶奶和他是没有问题的，对，还买得起一个20一厅的楼房，对吧？对，然后还是评委，所以他其实还是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感情这方面，我觉得包括第2集的那个相亲，大家也知道他其实还是有些自己的态度和想法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在生活方面没有问题的一个舒服的一个男孩，但是在情感方面也在等待爱情的一个这么一个人吧。想知道这次和刘琳老师合作有什么感受？琳姐就是一个特别可爱特别专业的人。她在现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演重场的大情绪的戏的时候，我们俩就会安安静静的找个地方，然后安静的对词儿，就很专业。那没有重场戏的时候呢，她也会跟我们闲聊天啊什么的，然后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她自己的趣事儿，生活里的趣事儿，就是一个很 nice 很随和很亲切的人。有人认为陈麦冬是一个可怜的人，而庄杰是一个微醺的人，你认同吗？是庄杰还是周总？说清楚。我觉得庄杰还好吧，我觉得庄杰不是微醺吧，我觉得庄杰就是活得特明白，很清楚自己当下每一分每一秒他要什么，他想干什么，想了就去做，是一个比较实干的人。那现在的周雨彤是一个微醺的人吗？没开始呢。对，今天还没开始呢。一会儿不好说。雨桐记得《爱情而已》中还有一首歌没唱吗？狼狈。那可以在这个现场唱一下吗？我在春色的采访，你让我唱狼狈，这不合适吧？这是采访问题粉丝点赞 top 的提问。不然你唱一个奔色的片尾曲。扑朔。可以唱一个其他的歌曲或者宪哥熟悉的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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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还是今天我们唱过那个吗？好吧。现在听到的是1、2、3，给我一个吻，给我炙热的双唇，温柔坚定的眼神，风中传来的细语是恋人的终于相信你是我的命运。对，日常和雨丝互动语气都很可爱啊？啥？我可爱吗？在你心里是怎么看待这些粉丝的呢？没有，就是他们也挺可爱的，就大家都挺可爱的，就正常互动。最后请2位分别用水果或者蔬菜点评一下对方的穿搭。对方穿搭茄子是紫的。我怎么了？你怎么了？宪哥今天是还有啥绿的？
不知道西瓜卡通形象，卡通形象，不管了，它就是黄瓜。黄瓜是吧？嗯，黑不灵，黑不灵，哎，对，确实。加个微信吧。风上播了爱情，碰上天蝎座，他们连在一起，我会不会是幸福？你扫我吧。如果为了上播了伴随着生活，那就这样。我会不会是幸运的？不说不得了。这样，什么东西？我让他靠着我，现在他你试试。看看啊，你是钢铁，对。哦，还行，还行。我看看。3、2、1，不可。那我也，你选我，那我就这样了喽。